别人捉奸是赶小三，她捉奸是赶自己。只是看见丈夫在家光着身子，她马上意识到卧室里藏了人，推开门，她不气不恼，提起行李箱就走。中途发现小三穿不上衣，还停下来帮人家。Really shouldn't wear this color. Makes you look like a tramp. 情愿给年轻人提醒，也绝不为出轨者浪费时间。男人追在她身后叫嚣，家庭主妇离开丈夫绝对活不下去。她不服输的笑笑，离开家，从银行取出自己仅有的财产，加一把防身武器，又火速同一群男人砍价买下跑车，带走了2个还在读中学的儿子。小儿子不懂为什么非得离开，他说 We're gonna start a new life. 在开启新篇章的第一站波士顿，安妮就约到一名西装男子，对方是上流社会的绅士，曾追过她。搞定这名绅士，安妮就能进入本地上流圈，重启从前自由奢华的生活。上流绅士讲话原本得体又幽默，今天却一杯接一杯喝酒，像有心事。安妮尽力给予安慰，对方却开始抱怨自己失败透顶的人生，破产、离婚、欠债。他越说越崩溃，最后竟卑微地求安妮借钱。似乎一饿肚子，贵族风度就荡然无存。安妮听不下去了，四周的视线叫她如坐针毡。Sorry。熟人总算恢复理智，安妮的内心已掀起滔天巨浪。她躲进卫生间，消化刚才那一幕带来的冲击。新篇章还未展开，她就开始害怕熟人的现在会是自己的未来。但很快，安妮擦去眼角的泪。她收拾好自己，重回餐厅，熟人已经消失了。安妮人优雅地走回座位，环视四周，寻找熟人的身影。中午，她发现钱包被人动过，抓过来仔细翻找，里面1毛钱都没有了。由于没钱付账，服务员紧紧跟着安妮，生怕她逃单。提防的神情令安妮抬不起头。这时，一名上校从身后走来，替安妮解了围。这个人是军人，却很绅士。安妮只见一眼就非常喜欢，于是火速带2个儿子同上校订婚。上校有自己的大房子，吃饭还有下属专门服侍。他喜欢在餐桌上发表政治高见，这些看法安妮大多不理解，却仍笑着表示支持。至少新篇章已启动，儿子们不用分餐露宿。吃完饭，安妮带儿子采购婚礼用品，路上看到残障儿童无父无母，内心酸涩，就把采买钱都捐了出去。怎料上校知道后面目凶相，不仅逼他退还自己送的珍珠项链，还要动手打他。小儿子拼命阻止，反被撞翻。安妮连忙抽出炉火钩，趁机把儿子推进门口，拽下项链甩过去。上校生气要追，却被珠子划倒，站不起来了。晚上，安妮带孩子们逃到路边餐馆，一边吃饭一边谈论今天发生的事。这一天并不愉快，但安妮不在乎，她拿出地图迅速敲定下一站匹兹堡。只是失去上校庇护，3人的吃食住所纷纷降级。安妮仍不考虑打工赚钱，她先当上暴发户，结果因不肯就范后来她带儿子找从前认识的富豪朋友，明面上对方邀请他晚上11点来酒店叙旧，暗地里不仅让他在酒吧空等，还跟小情人一直嘲笑他颜老色衰。这时的安妮身上只剩$600了，她第一次感受到沉重的经济压力。买醉前，她瞥见一个男人对她笑，那人笑容腼腆，面相亲和。安妮走过去介绍自己，希望能同人倾诉，谁知没说几句，男人就亮出侦探身份，指定安妮是妓女。安妮莫名进了监狱，不得不请狱警拨通前夫的电话，可听到电话那头女人的声音盖过一切，安妮终究一句话没说，把话筒还了回去。是这时，安妮转身看见2名妓女，一位还算年轻，一位却有些老了。安妮静静地坐在他们身旁，此刻不同阶层、不同年龄，女性的命运有了片刻交织。可为什么呢？为什么无论贫贵富贱，他们都不约而同选择依附男人？因为此时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一个连汽车广告都要向女性推销婚姻的时代。当整个社会都在鼓励女性努力成为男性的脸面，大部分女人最精通的技能就只有如何讨男人欢心。
为此，女人们维持着漂亮的卷发、精巧的脸蛋、凹凸的身材以及无时无刻的优雅。而在美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中，这种讨欢心的技能又有了更具体的呈现。比如，女人会赶在丈夫醒来前快速洗漱、化好全妆，再躺回去，在闹钟响起时假装刚睡醒。如此，丈夫醒来后就会因美丽的妻子而心情愉悦。可要是丈夫心情不佳，甚至背叛、出走，从至亲到女人自己都会陷入崩溃。他们共同责备妻子是哪里没做好，才逼得丈夫离开。在提倡女子本弱的时代，有很多将自己物化成挂件，寻求男性庇护的安妮，哪怕她们时刻挺直腰杆，足够乐观自信，也仍无法想象没有男性作为依靠的生活。而要冲破依附，就必须直面惨淡，放弃幻想，实属切肤之痛。那么，影片中的安妮是如何放弃依附心的呢？首先是正式独立赚钱这件事。这里需要提到帮安妮保释出狱的邻居。邻居是名普通的劳动者，却与精英贵族大不相同。他没问安妮为何被抓，也没想从安妮身上捞好处，他只祝福她今后人生顺遂。因为这个人，也因为牢狱之灾，向来视劳动为卑贱的安妮，不再对打工赚钱心生抵触。于是在出走的第3站圣路易斯，安妮投奔亲姐姐的同时，也终于挺直腰板强调自己一定会找工作赚钱。然而独立并非易事，安妮的第一份工作是餐厅服务员，原本一切顺利，却遇到了手脚不干净的家伙。Where's my coffee, sweetie? 安妮很生气。 What the hell? You crazy? 在很多人的注视下，他愤然离去，老板却气得大呼小叫，他与同事传话开除他。安妮听后不怒反笑，把传话的同事都逗乐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安妮没有被不公打倒，而是跑去颜料店继续应聘。对方没细看简历，就让他回家等消息，显然瞧不上他。他正要离开，却发现顾客不喜欢店员推荐的配色。他抓住机会。Peach Melba. Oh, who makes up these names? 店员接话，该颜色由老板亲自命名，暗示客户这个颜色很特别。Oh, and doesn't it bring out the pearl in her skin? Joe? 店员忙跟着附和，果真击中客户的心，生意谈成。3周后，老板回店，进门第一件事却是批评店员聘用女人。可听到店员说店内营业额增长 20%， 他立马放下偏见。Bill Massey. 对安妮而言，因能力得到肯定是人生第一次，或许这次他能和对方平起平坐。后来约会，老板也确实给了安妮平等的感觉，他会陪她出席大儿子的演出，会认真听小儿子讲话，也会在演出紧急叫停后无视散场的众人，站在原地为大儿子鼓掌高呼。这样的他在安妮眼中实在可爱，两人情感迅速升温，很快就到谈婚论嫁的地步。老板平视安妮的双眼，郑重许诺将爱护她一生一世。不速之客却在此时走来。 Is this your sister, darling? I'm his wife. 家庭聚餐就这样黄了。这次安妮从礼貌男手中得到一张支票，对方解释老板患有精神病，迄今为止已跟7个女人结婚。安妮的心情因此有些复杂。老板妻子在这时走来，她代表丈夫向安妮道歉。看着她，安妮不由想起自己失败的婚姻。她的前夫丹，知名音乐家，成名曲《我的唯一》谱写了两人爱的誓言。舞台上，丹才华横溢，自信、内敛又绅士。回忆起两人最相爱的那几年，安妮心里仍会泛起丝丝甜，因为那时的丹是很好的丈夫和父亲。 When you were 2, you came down with something awful. You were crying, and nothing anybody did could make you stop. Until your father came into your room, sat down on your bed, and started playing his clarinet. He did? And whenever he would stop, you would just stop crying again. So he just kept on playing nonstop for what felt like days. 他们曾经非常相爱。 I have been loyal to your father since the day I met him. 人的心是瞬息万变的。安妮逃了，起初她自信地说要开启人生新篇章，现在她不禁怀疑，新篇章是换个新人编织新的谎言和背叛，
还是以后的他会像那个女人一样接受背叛是常态。 Why do you love him? Because he's my husband. But beyond that, why do you love him? 或许最没有意义的事，就是抱着一份幻想向外求。起初，关于如何开启新篇章，安妮有自己的答案：找个多金的绅士。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底线。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our lives, there are standards we must maintain. 的确，多金可保障孩子的生活，而绅士们总是彬彬有礼，尊重女性。但标准二字若都用来要求他人，那么失望是必须的。仅说颜料店老板隐瞒婚史是其一，其二是户外野餐那天，他以准继父的身份对乔治说过一段话。 As a man,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a woman. They're never the right temperatur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ir plumbing. Reproduction. So what you have to do is carry a sweater or a jacket or something with you at all times. Something you can keep in the trunk of your car or in your closet at work for when their thermostat gets messed up. 有感到言语中的轻视吗？再看看被妻子捉奸后他的言行。 Look a little chilly, darling. I've got a sweater here you can put on. 其实妻子冷的是心，而他完全不在意，把人生全部托付给别人，好傻。更何况安妮并非没有生存能力，跑长途的时候，她能开顺风车赚钱；定居洛杉矶之后，也能在剧组出演灰头土脸的路人。当视线从依附他人的选项里挪开，新的篇章才算靠近。故事最后，多金的绅士邀请安妮回家，安妮拒绝了。他说 I don't know if I love you anymore. But I do know that I don't need you anymore. 不寄希望于他人是安妮的选择，其中不乏一路走来的见闻，更多的得益于安妮一直以来的高配得感。比如遭遇背叛，他会主动远离；无人可依，他会靠自己赚钱。他从不让自己在关系里忍受屈辱，反而时刻坚信自己值得更好的生活，哪怕反驳他的是他的亲儿子。 Nonsense. Everything works out for the best. Always. 这份特质赋予了安妮跳出的可能性，既从女性必须依附男性的传统视角中跳离。然而，安妮真正的新篇章还不是从跳离开始的。因为在传统关系中，长期得不到另一性别平视的安妮，也很难平视那些比自己弱势的群体，比如安妮的姐姐。姐姐与安妮一母同胞，却不及安妮貌美，婚后的房子也不如安妮离婚前住得好。一次，直到安妮订婚后，姐姐突然情绪失控，不停抱怨平凡的自己，努力多年仍无儿无女，漂亮的妹妹却轻松拥有2个儿子。诚然，她嫉妒妹妹，但更多的是对自己深深的失望。而安妮的表情只是不理解，她沉默且郁闷地看着姐姐，不懂眼前人在发什么疯。同样的表情也出现在安妮同小儿子的互动中。野餐事件后，安妮预备连夜赶往洛杉矶，乔治明确表示自己舍不得同学、老师，那种不理解、不耐烦的神情又出现在了安妮的脸上。 I'm not going. Well, who's gonna drive the car? 似乎从始至终，安妮都默认乔治是自己的所有物，这点让乔治很抗拒。尤其知道妈妈去洛杉矶是为了陪乔弗里去好莱坞打拼之后。乔弗里是安妮跟第一任丈夫生的孩子，或许因为大儿子很小就没了父亲，安妮对乔弗里总是很温柔。她会让乔弗里自在地在车里织毛衣，听取乔弗里对服装搭配的意见，夸赞乔弗里有演戏天分，甚至陪他闯好莱坞。而当乔治问起安妮有关他的一切，从写马问到理想，最后变成自己近期在读什么书，结果亲戚都答上来了，安妮仍什么也不知道。乔治因此坚持自己一定要离开安妮。这时安妮哭了，但她出走那天单说过一句话 Oh shit, go on then, take the damn kids. What do I care? 安妮清楚当的话并非赌气，这个男人身边环绕了太多人，多到已没那么需要乔治。即使乔治后来找他，他也是短暂犹豫后抱歉的笑笑。同生而不养的丹相比，安妮自认她至少有努力成为一个负责的母亲。 It's not good enough. Well, aren't you an ungrateful brat? And you're a lousy mother. 安妮开车走了，
透过后视镜，他看到乔治站在门口目送自己远去。其实乔治很在乎安妮，在安妮同上校举行婚礼之前，上校对乔治做过服从测试，他让乔治日后像狗一样服从他的命令。乔治挤出微笑。 Woof. Sir. 但看到上校要打安妮，乔治仍飞身阻止。这里能看出乔治不惧怕上校，他服从是担心妈妈因自己过得不好。乔治很需要妈妈同等的在乎，所以当他得知安妮走之前把老板给的赔偿金都留给姨妈，用作照顾她的生活费，乔治就不打算留下了。他要回剩余的赔偿金，同哥哥取得联系，回到了安妮身边。而安妮的出走之旅最后也因乔治回归行至终点。他学会了反思，学会了理解，正式开启了自己的人生新篇章。后来丹因心脏病意外去世，丧父之痛令乔治理解了什么是时不我待。他强烈渴望参加父亲的葬礼，之后就永久留在纽约。这次安妮不再反对，他只是问清楚儿子的规划，就用现有的资金送乔治登上前往纽约的飞机。哪怕一段时间后，乔治发现纽约的繁华远不及母亲给予的陪伴，又重返洛杉矶，安妮也没有抱怨，微笑着欢迎儿子回来。一个全新的安妮就此诞生。从前她总是孜孜不倦寻找一个人，那人能平视她，尊重她，允她一番天地，护她此生安宁。现在她发现，这样一个人其实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能赠她安宁，亦能与人心安。